还有花絮呢，花絮录好。首先从 Hiring Manager 收到你的这个 message 到他打开你的链接，看到你的这个 portfolio 是有很多步的。对，那你只要多一步，对于这个 Hiring Manager 来说，很大的时间的投资。可以做职位吗？现在很欢迎Dennis这次来到 Acrodat， 我们两个真的是很久没见了，对，也很意外，就是我们都在 design 这个行业里面。我也很好奇，你一路走过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呢？可以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我跟 Peter 是我们在学校就认识，毕业之后我是先去了底特律，对，因为我非常喜欢汽车，所以毕业之后我是去了一家叫松下Automotive， 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松下电器，对，但其实松下呢有很大的一部分业务是给这个日系跟美系的车提供这个 infotainment， 就是智能座舱的这个系统。对，有幸在他们那个团队，当时我们的客户是 Chrysler。对，所以我们当时设计了吉普、克莱斯勒、道奇的这个系统，等于是让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个行业。然后在底特律做了10个月，因为确实受不了密西根冬天的这个风雪和天气。刚好有一个机会是乐视贾跃亭的那个团队刚好找到我，他们在洛杉矶。就专门开始做一个新的造车项目，当时还是保密的状态，所以当时就是去加入了后来叫 Faraday Future。我们在 Faraday Future 就等于是从头研发了一款叫 FF91这款车。对，那款车其实虽然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但其实还是有很多挑战的。那款车我们当时整个车内有13块屏幕，其实也是一个对于 UX UI 设计师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哈，因为当你这个车内有这么多屏幕，你怎么去保证这个体验的连贯性？对，我觉得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FF 之后呢，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波折，对，然后我是在COVID 期间加入了 Lucid， 在湾区这边。对，我加入的时候，我们第一款车 Lucid Air 刚刚的完成了研发，所以我其实加入的时候更多的是支持第一款车，以及主导了第二款车，就是现在我们刚刚开始交付的 Gravity SUV 的整个的座舱的体验。我知道你也是一直在汽车行业嘛，对于很多小伙伴，就是汽车行业的 UI UX 跟普通的 product design 会很不一样。就是从你的观点来看，会有哪一些是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比方说你们设计的一些流程啊，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吗？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首先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跟硬件的这个 integration 结合非常的紧密，因为比如说像你车内的很多功能，对吧？比如说空调，比如说这个车辆控制，这都是基于硬件来做的。包括你用户需要跟车的很多硬件做很多交互，比如说方向盘，比如说屏幕。所以其实我们跟传统的产品设计，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我们这个硬件团队的合作，扯皮，沟通非常的多。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不同。还有一个我会觉得不同的是，不管怎么说，汽车行业的现在的 UX UI 或者产品设计的产品周期还是要比一般的手机或者说网站端要长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一款车大概2年到2年半，这个其实相对于传统汽车已经非常快了。我当年在 Chrysler 的时候，一款新车研发是5到7年。对，现在我们大概能压缩到2年半左右。但是相对于手机端的，比如说几个月就有一个新产品，我觉得整个的产品开发的节奏跟周期是不太一样的。那相对来说，你会觉得因为这个周期拉长，所以有一些 process 会更加 waterfall 吗？我觉得其实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做测试哈，但是就是说，我觉得这个 waterfall 或者是 agile 是一个相对而言的。我觉得手机端可能会比较好的是，你做了一个新功能，你就能很快的，比如说 OTA 推出去，然后大家就开始用。对。那汽车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 safety concern，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新功能推送给真实用户是非常谨慎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有很多的道路安全的考量。但其实我们内部会做很多测试，比如说我们有测试车辆，我们专门有这个 user research 测试团队和人机团队会帮我们去做很多测试。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其实这个周期还蛮漫长的。就比如说很多时候，你可能1-2年前做的设计，
可能1-2年后才会被真正的上车。但是就看到大家真正在用这些功能，还是蛮欣慰的。我也知道，就是你在 Lucid 也是主要是负责 hiring manager 的这么一个角色，对吧？对。也想听听看，就是从你们 Lucid 的角度，你们有注重哪一些特点呢？因为我是大概2年半前开始接手了整个团队的这个 hiring process，但是我们就是在这期间其实发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其实我在做 hiring manager 之前花了很长的时间去重新梳理我们整个 interview 的这个流程，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部分，包括整个团队的这个 hiring，我其实做了很多，但是其实也有其他的 hiring manager 其他的 manager 来做。我自己学到的就是可能真正的在面试过程中，你怎么能够真正的去展现你的能力哈，或者展现你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市场的环境也没有很好嘛，那肯定会有很多人 reach out 你，然后会跟你聊，哎，看见了新的 opening。对，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什么样的 candidate 会比较 stand out，或者是比较吸引你的眼球呢？这个问题呢，确实比较挑战的一点是，我会觉得其实如果现在大家都以这个 LinkedIn 的方式来 reach out to hiring manager，我觉得这个被看到的概率其实不高。对，因为其实每个 hiring manager 你可以想象一天都能收到很多封的 message。那其实他真的要去看这些，首先他得有时间去看，对吧？然后还要给你回复。我觉得这个本身对于 hiring manager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时间的投资。我会有一个建议是，可能大家可以通过其他的媒体，我举几个例子哈。其实在我当年找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比如说，我以汽车行业为例哈，比如说在 LinkedIn 上会有很多这种 group， 比如说很多人他会去加很多的，比如说我会加汽车的 UX/UI 或者 UX/UI group 或者 UX/UI hiring， 或者比如现在大家都很火像这种 Gen AI 对吧 AI machine learning 这种 group，有一个方式呢，我觉得你可以试着在这些 group 都去 post 你的这个 portfolio，这个角度呢是比如说让大家来看到以及给你一些反馈。对，但这个的目的是，如果说恰好这个 hiring manager 在这个 group 里头，他可能其实反而会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概率能看到你这个东西。如果他对你感兴趣，那你就会有 recruiter 去 reach out to you。对，这个其实当年是在我身上有真实发生过的。我觉得还是蛮有效的。其实大家对于找工作这件事儿呢，LinkedIn 也不一定是一个唯一的媒介，比如说 Instagram， 比如说其他的。对，我觉得是有很多这种社交的渠道。对，可以去发这些东西的。我觉得其实站内信或者 message 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首先从 hiring manager 收到你的这个 message 到他打开你的链接看到你的这个 portfolio 是有很多步的。对，那你只要多一步，对于这个 hiring manager 来说，你可以想象乘以10乘以20就是一个很大的时间的投资。是的。所以我觉得原则就是你怎么能让 hiring manager 以最短的速度能看到你的 portfolio。我自身的感受来说，其实 networking 有很多渠道像这种叫 cold reach out 吧，就是说你是完全不认识，可能相对来说得到回复的概率会低一些。但是如果你比方说参加一些活动，你认识了那个 hiring manager， 是，然后你们两个因为一些共同的话题 connect 了，相对来说，我觉得 hiring manager 可能会他如果发了信息，我会回一下，或者是至少response 一下，我看一下他 resume。对，和 hiring manager 产生联系之后，在面试过程当中，你觉得有哪一些沟通或者是 communication 的一些方式，你觉得会很重要？我觉得第一点是，可能在你真正的见到这个 hiring manager 之前，我一直在强调简历的重要性。对于设计师来说，其实简历是一个可能很多时候会被忽视的。这么一个东西哈，因为绝大多数就是在这个行业，默认的还是这个一页，对吧？那你可以想象，比如说我们以一个这个 senior level， 比如入行3到4年的设计师，那你可能至少会有1-2段或者2-3段的经历，包括 internship 是学习的经历。现在还有很多 candidates 有获奖的经历，对吧？对，很多 candidates 会把他的这个 skill set 也写到上面。那可以想象，其实这个信息的密度还是非常高的。对，我通过简历呢，会经常的去看一个能力，就是这个 candidates 怎么通过熟练的应用一些基础的字体的知识，来非常有条理的
设置视觉的优先级，这个其实说到底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平面设计的能力。对。其实我自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标准，就基本上，如果我看到比较好的简历，那基本上这个候选人的这个作品集也不会太差。对，因为这个说明了他有比较强的这个基础的 graphic design 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其实这个也是可能岔开一点话题，就是 graphic design， 我觉得也是设计师的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能力。对，所以有很多 designer 可能会说啊，我是 UX， 我就只专精在 UX，我可能没有太去想 UI 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会觉得行业的一个 trends 来看的话，你不可能光去设计 UX 而脱离了 UI。对，我们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太分 UX UI 了，我们现在都叫 product designer， 就是如果你负责这个东西，就是 A to Z， 就是你从第一天负责到最后一天。对，现在大家都用 Figma， 基本上 Figma 里头的这个 UI system、design system、2K 其实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你很多时候不需要自己再从头画一个 button， 从头去画一个东西，是你只要用这些 component 就可以了。对，我觉得现在基本上我们也不太专门去招一个说只做 UX 的，因为可能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流来说，也会出现很多问题。就我们也是希望候选人他能够 UX、UI 全部都做。也聊到一个对于设计师亘古不变的一个话题，就是 portfolio，就是作品集的这个问题。那么你会觉得作品集里面应该要注重哪一些点？我觉得有一点哈，就是大家做作品集，其实作为 hiring manager， 你像我可能一天，如果说我真的要花时间来看作品集的话，我一天至少要看200-300份作品集。那其实我花在每一份作品集的时间基本上不会超过3到4分钟。那你可以想象，如果说你只有3到4分钟的话，我一般就会看第一个 project。比如说大家都会用一些模板啊，对，或者说用一些不同的排版。那我一般会看你的这个 hero， 或者说看你这个最主要想呈现的这个 project。那我的假设是你会把你最有信心或者最好的东西放在最开始。对，我觉得这首先就是第一个点，很少会有我去看第二个、第三个的这个情况，因为确实时间不允许。然后第二个呢，我会觉得是，要尽快的呈现最终的设计结果。很多我看到的 candidate 他非常喜欢在作品集里头去堆砌流程跟堆砌 research。我也能理解，因为很多人的这个项目，比如说他做了几个月，对吧？他有非常多的这个材料可以去收，但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这些 research 的材料可能非常的不利于 hiring manager 在极短的时间内 get 到这个 information，因为它都是字嘛，对吧？我没有时间去读这些东西。我倒是印象中看到过，我会觉得比较只给的这个作品集的形式，反而是你尽快的去呈现你的最终结果。或者是我看到很多候选人，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是，你给我看一个 before after，对吧？比如你一个界面，你设计之前 before 什么样，after 什么样，同时你 highlight 你做 change 的几个点，以及做这些 design change 的原因，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直给的过程。我会觉得好像可能看作品集，其实不同设计师也会看到不同的一些点。对，我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会去看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会去看就是 About Me这个 page，因为我其实打开作品集，第一个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某种程度上，大家就是在那个 level 的时候，你 skill 可能差不多，多多少少差不多，你都能做，但是你能不能融入团队这个事情会变得很重要。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点。比如说我们在 hiring manager interview 的阶段哈，我也会希望候选人能够给我们呈现一个比较全面的他自己的生活的 image。就不光是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师，你是怎么样的人，其实对我们也很重要。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跟 hiring manager 来沟通的时候，其实你的一些沟通的方式也很重要。对，不要紧张，我叫不紧张，这个最重要。对，对于我来说吧，就是可能我会很希望看到候选人一个比较真实的一面，对，性格上啊，或者跟你沟通或者讲自己 project 的时候，比较真实的描述当时的一些情况。对，而且我觉得这里头，我觉得有一个我之前总结过的很有意思的点是，比如说在 hiring manager interview 的有些流程里头，他会比如说让你 work through one project， 对，一个很短的时间去说一个你做过的东西，然后可能 hiring manager 会给你一些反馈，对，或者问你一些问题。我觉得一个很重要一点是候选人怎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点是说你要非常
诚恳的去理解为什么他会问这个问题，对吧？这个问题背后到底是说这是一个他不认同你的 design direction， 还是说可能在你做 presentation 的时候你没有表达清楚，对吧？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我自己面试别的岗位，比如我把我自己放在一个候选人的位置的时候，我回答这种问题的第一步是我要先搞清楚你的 intention， 对吧？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第二步呢，我会根据我做这个项目的这过程中的一些 knowledge 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还有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说，如果说这个问题确实反映了你在设计中没有考虑到的一些方式，或者没有考虑到的一些点，那你要非常的 open 说，那首先我觉得很诚恳的承认，可能这个我们当时确实没有考虑到，我就可以再 follow up 的一点是说，如果说我们之后有这个机会，我会怎么去验证这个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回答问题本身呢，更多的是看你怎么去跟别人合作的这个能力。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团队里头，当别的设计师、你的 manager、VP 给你这些 feedback 的时候，你怎么去处理这些 feedback 以及 follow up？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多 hiring manager 非常希望能够看到的。对，包括白板的一部分吧。对，其实白板就是去看你怎么样合作或者沟通。是的，对，是的。其实面试过程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是如何和你的 hiring manager 产生一定的联系，对吧？让 hiring manager 能够帮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来了解，我怎么样准备啊？从你的经验和角度来说，怎么样才能够在面试过程当中能够构建起这种良好的联系？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哈。首先有一点是在我们现在的面试流程里头，我们不做白板，但是我们会给我们的候选人一个at home design task，就是大概是1个礼拜的一个快题，我们就说那很多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是现在还有其他的这个 full time 工作嘛，那很多候选人是要不然是用这个工作之后晚上的时间或者周末的时间来做，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在给你这个 design 快题的时候，我会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你。对，我会跟他说，我非常的感激你愿意花可能10到20个小时来做这个快题，那我也希望这个东西对你是有意义的。那在你做快题的过程中，你可以去跟我 set up 一个，比如说30分钟的一个 follow up，或者说一个 sync up。比如说如果是1个礼拜的快题，我会建议候选人在你做了第1天、第2天之后，可能你会有一些比较基础的 research 和 design direction 之后，你来跟我 check in 一下，我们来看一看，那你这个direction 跟我们想的是不是一样？对，你没有在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轨道上，也是防止你可能花太多的时间在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方向。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后来发现是一个蛮好的跟hiring manager 沟通的方式哈，所以我会建议候选人，如果是说有 design task 这样的方式，如果说 hiring manager 没有提供说这样可以跟我 check in，我觉得这个反而候选人是可以去 follow up 的，说我知道你很忙，但是如果说我在做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我怎么 reach out to you？或者是说，如果说你很忙，有没有可能你让你的一个 team member给我一个 contact，这样我可以跟他去 follow up。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包括其实我在面试很多候选人的时候，就发现会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比如说有的候选人巴不得每天都跟我去 check in， 对，非常积极，非常 proactive。但很多候选人他也不会来找我，对吧？那可能你做完1个礼拜之后，我就会发现那可能你的理解或者说你做这个东西方向跟我们想的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其实这个也能一定反映到工作方式上，对吧？你可以想象，比如说作为一个 manager， 可能这个团队有几个设计师，像我们这样的这种初创公司，很多 manager 自己还要做 IC 的工作，对，那可能我花到每个设计师身上的时间会非常的有限，对。那如果说你都不会主动的去找我或者跟我要 feedback， 其实我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和合作的方式哈，所以我们也会更倾向于去招聘这样比较 proactive 或者从态度上更积极主动的候选人。好像从 manager 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在后面的工作过程当中也是会希望就是说你有自主性，对吧？对，你能够去完成这个自己来 drive 这个工作，与此同时你能够主动来要 feedback， 而不是 working silo。这自我驱动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特别对于设计师来说。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环境大家都会希望就像你说的
不是说你的 manager 一步一步的去教你哈，可能更多的是你自己去探索，然后发现问题，我们帮你解决问题 ，unblock you。对，我觉得更多是这么样的一个方式。回到就是说和 hiring manager 这种联系上，你觉得有哪些问题是 candidate 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要去问 hiring manager， 或者是去了解到的？我觉得问问题这个环节呢，可能大家都会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比如说我经常会被问到的这个组织构架是什么样的，这个汇报关系是什么样的，你对候选人前90天的期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都是比较常规的问题。对，我有的时候反而会觉得，让我会产生一些共鸣的是，作为候选人，你可以问问你的 hiring manager， 你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或者你现在在团队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好处是能够让你最快的跟这个 hiring manager 产生一些共情。对，因为当 hiring manager 在跟你说他现在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本身也是一个暴露他现在有很多问题的一个方式嘛。那如果说你真的能够理解，甚至以你的方式，你会觉得我在哪一方向上可能够帮助到你。我觉得这倒是一个能够很快速的跟 hiring manager 产生这种共情连接的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对，我这个问题我是有被问到过，所以我自己心里有很深的印象。你刚才也有提到，就是你需要和硬件的团队有很多，相对软件的公司来说，你们可能有更多的团队，对吧？在日常的这种工作当中，你觉得有哪一些地方是沟通或者是 storytelling 会非常重要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作为设计师或者说 design manager，对外的沟通无非这么几种哈。第一点是跟你的这个design 或者 product 这层面的一个向上沟通，比如说跟我们的这个 head of UX UI 或者 head of product，或者是 VP of design 这个层级。那我觉得这个层级的沟通呢，因为大家都是设计师，这个大家都在说一样的语言，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第二个呢，我会觉得特别在车企里头，很多是跟这种硬件团队的 manager 或者硬件团队的这个 supervisor 来做沟通。我可能学到的一点是，你要尽可能的先去理解他们的处境以及他们的出发点。对，因为这个也是我在车企工作后发现的。首先，软件硬件的开发是有不同的周期跟不同的节奏的。对，首先你要理解它的节奏，对吧？有的时候这个是你的 MVP， 不一定是人家的 MVP。对，从硬件的角度，很多时候它是有更长的研发周期的，就会决定于它需要在很多早期的时候就做很多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在之后的更改的成本会非常的高。是，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很多软件和设计团队的去协调，尤其是框架性的软件也是这样的。就是你去改这个架构的时候，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对，我觉得这是个挑战，可能需要你能够想到这个构架1-2年后，甚至5-6年后，它的这个可扩展性。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其实很难的事情。回到说沟通上面来说的话，无论是对于团队的沟通，还是说，我对于像刚才我们提到 hiring manager 沟通，其实有一点，我觉得就是理解他在想要什么，他的一个期待是什么，他的 expectation。对，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很 typical 的。如果说我们经常看作品集，就大家都会做一个那个 double diamond，对吧？就是说先 explore， 再identify， 然后再出 concept。其实沟通也是这样，你先要理解对方的出发点以及对方的 concern， 然后想办法给他一个 solution。其实跟我们硬件团队的沟通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对，不太一样的一点是，很多时候我会发现，可能在汽车这个领域，很好的一个机会是，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一些软件上的功能，帮助解决一些硬件没法达到的这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之前就做了一款在屏幕里头做了一款虚拟的后视镜，是因为我们本身的这个车的这个造型，包括现在 Cybertruck 也是，可能现在车的造型很多时候，你通过这种传统的后视镜，对于后方的视野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差。是，那你怎么通过一个软件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同时它会打开一个新的机会点，是我们可以想到，那是什么样的情境下它会使用这个功能？我们后来通过研究发现，很多人是在急刹车的时候，他会不自主去看一下后视镜的原因是他怕后面的车追尾，对吧？或者比如说大家在上下高速匝道的时候，
不仅会看两边的这个侧视镜，还会看后视镜，所以你想知道后面车跟你的这个相对位置，所以其实软件上我们可以做很多这样的一些预判，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就直接给你调出来。其实我会觉得是一个更好的体验，对。那对硬件团队说，他们很乐意，因为他们说，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需要在硬件上再去做非常多的改变，甚至会要说，哦，我们需要在造型上去更多的改变，来满足这个后方视野的一些要求。所以我会觉得这倒是一个，怎么通过 UX UI 或者怎么通过产品设计来帮助硬件研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而且真是解决了一个实际的问题。对。那最后也想作为，比方说你在车企里面看到了很多 UI UX 的设计，也想最后来评价评价，就比方说现在很多车的一些 UI，你对于哪一些设计非常印象深刻？然后你觉得有哪一些优秀的一些设计呢？我记得我10年前在做我自己作品集里的时候，也是因为看到了Tesla 当年第一款的 Model S，对，我觉得 Tesla 这么多年还是一直在引领大家在这个方向上。包括现在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当 FSD 或者是 self-driving 真正普及之后，对，会对车内的交互产生多大的影响？其实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或者是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挑战是，当你的车会有自动驾驶跟手动驾驶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的时候，你怎么通过 UI 去这个 communicate 这种不同的状态，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就比如说你自动驾驶的时候，可能你更多的是希望看到一些 entertainment，娱乐的信息，但是你真的驾车的时候，你又会很多有驾驶的信息，那你怎么去做切换？是的。所以我觉得 Tesla 一直是在这条路上引领的整个行业的。对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咱们国内的新势力造车的企业，也有很多非常不错的设计，包括小米，包括蔚来。对，确实我们也经常的去看他们怎么去做设计，也会给我们一些很大的启发。我觉得看国内很多设计的时候，其实还蛮创新的。对，国内拥抱技术的速度比美国要快一点。对，尤其是新的一些交互方式出来，让我很眼前一新。对，而且我觉得我们会很羡慕一点的是，国内的很多产品的用户群非常的大。对，就比如说我们可能一年现在大概是1万辆左右的产量。对，那国内比如说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数据，小米汽车第1年的产量是13万。对吧？就是它能够很快速的积累一个相对大的用户群，那以这个用户群的数据去做迭代，其实这个设计的提高是非常快的。是的，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国内一个做设计与生俱来的一个优势吧。相对来说，我觉得国内的设计可能更 data driven， 就是它更依赖于测试的一个数据来给快速的一个反馈。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做车的很多设计很多时候很难去拿到一些用户的数据，对，包括有隐私的考量，有数据安全的考量。确实，在很多其他行业，我们看到会有很好的机会，就比如说很多设计是matrix driven 的，或者说 data driven 的。那很感谢袁硕今天讲的非常棒，尤其是关于 hiring manager，希望对小伙伴也有很多帮助。希望帮到大家，拜拜。